我是丞相府嫡女沈婉，才貌无双，名动上京，尚未婚配。来说媒的人踏破了丞相府的门槛，但子航，婉婉，你终于来了。愿为你放下万千的荣华，和你携手走天涯。景恒，我有了你的孩子，怎么办啊？景恒，婉婉，你尚未出阁，与男子无媒苟合乃是大罪，你应当自行了断才是。裴景恒，你说的这句话可当真？沈婉，你该不会觉得我会娶你吧？你爹害死了我全家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娶一个杀父仇人之女？也是。3年前，羌族入侵大余边界，裴老将军率领裴家军侵占边疆，却在战事焦灼时遭奸相暗中使坏，裴老将军惨落羌人陷阱，最后裴家只回来了裴景恒一人。而这位让裴家全家遭难的奸相，正是我爹沈卓。快让开，快让开！沈相来了，都给沈家让路！可没想到，被我爹害了全家的裴小将军，却在某日翻过相府的墙头，溜进我的闺房。我也曾怀疑裴景恒是有意接近我，但裴家与沈家的事，在我看来和我并无关系。况且我早在见裴景恒的第一面时就失了心。我本以为沈家是沈家，我是我。沈婉，知道我为什么会选你吗？因为你在沈府过得孤苦，不曾得到半分怜爱，只需稍稍费点心思，就足以让你真心相负。景恒，难道你对我没有半点真心吗？沈婉，你真的很蠢，你跟你那个老奸巨猾的父亲一点都不像。我真是好奇，你父亲要是知道你一个上京贵女怀了我的孩子，却进不了裴家的门，他那张老脸该往哪儿搁呢？哦，对了，今日早朝我还狠狠参了他一把，他被圣上训斥了一番，脸都气青了。景恒，你当真要这么做吗？景恒，你爹残害忠良，贪墨百姓，作为奸臣之女，你早该知道有这一天。也不知道加上你这桩，他会不会怒火攻心，一命呜呼？要是如此，他也省了我的力气。你和我咫尺相隔，一舍不得，相思难说。这缘分起了又落，终究是过客。也许命运太坎坷，彼岸太远跨不过。沈大小姐，慢走，不速。逃不出
天地的规则，冷漠着炙热。其实日和夜能并肩，光与暗能重叠，爱与恨模糊界限。最意难平的缘，最值得修炼。也许只有以情为鉴，才能化解为艰。西城桥头的亭子里，每逢15，穆怀都会在那里等我。瞧你，哪还有什么名门贵女的姿态？来喝。看样子，你肯定是在裴景恒那里栽跟头了。你啊你，我早就提醒过你，裴景恒招惹你就是为了报复你那便宜爹，你就是不信。我也没想到，惊喜就这么变成惊吓了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？你总不能真等着显怀了，被你那便宜爹刺伤一条白绫，就这么凄凉的死在沈府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沈婉，沈卓可真做得出来。或许这样也不错，说不定我就能先回去我们的世界了。你要一个人先回我们的世界？是啊，我们的世界。我与穆怀其实是从另一个世界穿越而来的现代人，我穿越成了丞相之女沈婉，而他穿越成了大玉朝的皇帝穆怀。我操！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呀。不可能，我听见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？什么歌？你爱我，我爱你。蜜雪冰城甜蜜蜜。家人，老乡，来，干了这壶酒，从此以后我们义结金兰，患难与共。好兄弟，在心中。来，来。我们成了这异世界里唯一的知己，也是彼此在最艰难的时候好好活着的依靠。不带这样的，沈婉，你说过咱们是铁打的伙伴，要走一起走，要留一起留。好了好了，我开玩笑的，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走的。真的？来。整个上京都知道我是丞相嫡女，母亲出任名门之后，我是当之无愧的上京第一贵女，却不知母亲早逝的我，在这高门大院里，就像一棵无根的野草，离不开也活不好。小姐，您终于回来了。除了春谷，不会有人会这样等着我。小姐，您又一身酒气，您等等，我给您换身衣裳，您再睡。这个小小侍女跟着我没过上什么好日子，如果我被沈卓刺了白脸，她估计也没有什么活路了。小姐今天看起来不太开心，是和裴小将军吵嘴了吗？都是假的，他对我的感情都是假的，我们大概是要分手了。分手？春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估计是些不太好的话，但是我觉得裴小将军定是不得让小姐生气太久。他会吗？小姐忘了，去年冬日您被沈夫人罚跪祠堂3日，腿都动不了，裴小将军急坏了，夜夜都过来为小姐敷药。小姐喜欢的玩意儿，小姐爱吃的东西，他都记得住。自从有了裴小将军，我瞧小姐脸上的笑容都多了不少。他待小姐怎么会是假的呢？是啊，怎么会是假的呢？那个冬天，我险些以为我的腿就此废了。沈府无人给我寻大夫，裴景恒就请了御医给我捣好药，每晚按时送来，替我细心贴敷。那时的他
脸上都还是明晃晃的体贴和心疼。我怎么都想不到，有朝一日他竟然会翻脸无情。春国，怕是我们都看错人。枝头望有你，低头思无你。春国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听闻传说起了风，又跌落死裴景和，不敢扰钟声，不敢惊动梦。10年虽懵懂，只在难相逢。红尘变影无处。小姐，用膳吗？小姐，多少还是要吃点的，不然……我吃。想说什么就说。小姐，春国方才上街采买，遇着了裴小将军。他和那总爱调戏民女的赵世子一行人去了福香阁，那可是烟花之地啊。福香阁？赵世子、福香阁都是裴景恒向来不喜的人和地，他怎么会去这种烟花之地？昨日事出突然，其实我还有很多话没能来得及问出口。春国，给我找一身男装，我们马上去福香阁。是。这福香阁可是这上京最好的寻欢作乐之处，这名门望族的男子都爱来这里找找乐子。裴兄，你第一次来，不知这里的女人合不合你的胃口啊？烟花柳巷之地，都是一些庸俗不堪的货色，远不及上京的清门贵女。哦，这么说，裴小将军，你是和哪个名门贵女在私通幽会了？其实尝过后也不过如此，太过木讷，让人心生厌倦。裴兄，你快和我说说，是谁家的女子？这主动奔放的玩多了，我现在就好文静的这一口。喏，你来猜猜。那是我为裴景恒绣的荷包，虽然绣工不怎么样，却是我认认真真熬了好几个晚上的成果。如今他却像扔个垃圾般丢给旁人。这难道是定情信物？裴小将军手段果然了得呀！哎，这上面绣的是狗？瞎了你的狗眼，那明明是一只可爱的兔子。这里还有字，沈？难道你口中所说的贵门女子是沈婉？是沈婉，那可是个尤物啊！她的母亲当年可是名动京城的大美人。我若拿着荷包去找沈相，我和他说，沈婉已经和我私定终身，我愿纳她为妾。沈相这个人平生最好脸面，想来也不会推拒吧。世子请自便。不过裴小将军就这么把人给我了，果真舍得？有何不舍？他当真还是第一眼就让我惊艳如斯，自此沉沦的裴景和。认识裴景和是在去年的七夕灯会。多少钱？你小心啊！小心！
一场终日之约，换得一醉千万年。望穿流连，只怕头不能忘却，无悔初见负流年。没事吧？多谢公子相救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知道裴景航虽然救了我，但我们两家之间却有着血海深仇。本以为这只是个插曲，不会有下文。一瞬烟雾，借一半清醒梦给我。没想到第二天，裴景航便差人将修好的兔子花灯送了过来。小姐可还满意？我家将军亲自修了一整夜呢。我心如鹿撞，满脑子都是被裴景航揽在怀里的光景。回去告诉你家将军，有心了。可事到如今，我才发现，所有的关心体贴都是假的。我甚至曾寻思私底下帮裴景航找一些扳倒沈卓的证据，没想到裴景航却只是想利用我报复沈卓。小姐，小姐怎么样了？春果，你可知沈府采买的布料丝线一般是在哪一家？知道，翠云坊。好，那你去那儿买，多采买些。可是小姐，这些不过是普通的布线丝料，我们为何要买这么多？裴景航既如此逼我，我绝不能坐以待毙。可是小姐，这些不过是普通的布线丝料，我们为何要买这么多？过几日，你便知道了。裴景航不是想利用赵世子以那只荷包挟我就范吗？我就做他个几十上百个，不是单凭一个沈字就能咬定我思乡受受吗？我就秀他个赵钱孙李一箩筐。卖荷包啦！卖荷包啦！卖荷包啦！咱们去看看，快来买荷包啊！我也去看看。哇，此兔乃是替上天掌管姻缘的神兽。只需将它佩戴在身上，满749日，便可收获一段顶好的姻缘。我让川果编了一段瞎话，荷包卖得出奇的好，不久便兜售一空。陆陆续续又过了几日，城里多家绣坊开始争相效仿，街头巷尾的女子都戴上了这种奇形怪状的荷包。不枉我没日没夜的绣荷包，总算是解决了。这段感情虽说是我主动了点，睡了他也是我先把持不住，但是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。他这般做派，委实欺人太甚。不行，我要找他要个说法。裴景航，你小子敢耍我！随便给我塞个荷包，就说是沈家小姐的信物。这大街上都是荷包，是不是到处都是名门贵女啊？还有房子真是，我就耍你，你又如何？裴景航，你不要仗着自己有军功在身就目中无人，我好歹也是个世子。你当我国公府是什么摆设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你说又说不过他，打又打不过他啊！走吧走吧，走走走走，这都什么事儿？走吧走吧走走走，来看我家了，回家了，做饭去。人呢？人怎么不见了？找我。你找我，沈大小姐，我之前还是太小看你了。是我小看了裴小将军才对，竟将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亲手奉给别人。此番胸襟
着实令人佩服。不过是仇人之女，于我而言，不过尔尔。你那腹中的孩子，并未视作我裴家后代。我既不认，你又能如何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又想要做什么？我自然是想为你准备一份大礼。你在沈家无依无靠，身上又怀着不知谁的孩子，你有这个功夫跟着我，不如好好想想，这件事要是被人知道，你自己会有什么下场？裴景恒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与沈卓有仇，为何要算计于我？我自然懂得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会利用你对付沈卓吧？你还真是自大。沈卓那老头子，不是最注重自己的颜面吗？我就很好奇，若是堂堂相府出了个私自与外男无媒苟合的嫡女，她在朝堂之上可如何自处啊？沈婉，你不过就是闲时小步一局的消遣。所以你我之间只是消遣，你那些所有费尽心思，只是为了让沈府颜面尽失，为了羞辱沈卓。裴景恒，你是不是从未爱过？你是不是从未爱过我？是。沈婉，你不会真以为能进我裴家的大门吧？你想进我裴家的大门，你得问问我那战死沙场的父亲答不答应，你得问问我那悲伤过度、凄惨离世的母亲答不答应，你得问问我那裴家俊因你父亲枉死在外，不得归家的百万英魂答不答应？裴景恒，明明是你先说你信愿于我，无关沈家，无关仇恨。沈婉，你还真是蠢啊！来，小心点啊！小心脚下。哎，夫人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好嘞。小姐不好了，太尉之子陈蜀突然差人来府上向您提亲。陈蜀与我并无瓜葛，甚至不知道我长什么模样，他怎么会贸然上门提亲？难道我自然是想为你准备一份大礼。裴景恒说的大礼，原来就是上门来提亲的陈蜀。好啊，好个裴景恒！小姐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春果，别慌。如果我要离开这儿，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小姐，您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好，你去帮我送个信，告诉那个人我要跑路了。可惜雨会停，风会醒，明日会晴，你愿这夜永不醒，就让那场。为了寻找跑路的机会，我窝在沈府整整半月未曾出门，直到这天，陈府送来了冬日宴的帖子。小姐，这是陈府送来的请帖，还有老爷夫人送来的衣服首饰，他们让我叮嘱你好好装扮，到时赴宴不可失礼。明知这是一场鸿门宴，但我却非去不可。小姐，到了。
近日雨水充沛，河流湍急，小姐小心脚下，请。哎，沈小姐到。听说沈府小姐长得很好看的，果然身子不凡啊。这就是沈府小姐啊，气质不凡呢。对呀。早有耳闻，这沈家大小姐名动上京，却又体弱多病，不曾外出，不知这次能否一睹芳容啊？不知沈大小姐是否会像传闻那样，是个绝世大美人？沈大小姐果真如传闻一样，天仙下凡啊！陈少爷好福气啊！也是，我平日向来肃静，今日多亏了他和陈家，才得以盛装打扮这么一番。好，沈大小姐果然天生丽质，颇有仙夫人的风范呢。那是自然，毕竟婉婉是我沈卓的嫡女。沈大小姐，请入座。来人，上汤。梳妆了半天，我早就又渴又饿。怎么会在这时腹痛？糟了，这汤有问题。不行，我得赶紧离开这儿。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小姐，宴会才刚开始，您要去哪儿啊？放开我！婉婉，别闹！您是怀孕了吗？沈大小姐，您是怀孕了吗？我家嫂嫂怀孕时就是您这副模样。胡说八道！我的女儿在府中循规蹈矩，哪来的身孕？倒是你这个贱奴，空口白牙就想污我沈府名声！来人，把她给我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沈相急什么？陈家不是带了府医来吗？有没有怀孕一验便知。就算没有，给沈大小姐查验查验身子，不也是一种美事？只不过沈大小姐可敢验？你难道是真的？沈大小姐真的有孕吗？孩子父亲是谁？难道沈大小姐和陈少爷早就暗通款曲了？我儿和沈大小姐今日第一次见面，此事关乎我们两家的脸面。如若沈大小姐真的身怀有孕，今日必须把这话说清楚了。孽障！你把本相的脸都丢尽了，你怎么不随你娘一起去死？偏偏要在这丢人现眼，信不信本相这就去赏下一条白绫，让你的亲娘好好看看她生下的好女儿。想不到这么不知廉耻的呀，这么刁！没想到沈相嫡女竟如此放荡，真是丢尽了沈相的颜面。就是啊，好在及时发现，这陈少爷差点就成了冤大头了。裴景恒如此云淡风轻，仿佛刚刚他脸上那一瞬的担忧失色是我的错觉。当众揭穿我有孕，不仅能令沈卓蒙羞，还能让沈陈两家彻底闹翻。好手段，好算计。既然如此，我今天只能使出浑身解数，为裴景恒也演上一出大戏。没错，我的确怀有身孕。你什么？他竟真和野男人珠胎暗结，
真是下贱！沈香还总说自己是书香门第，看来丞相家风也不过如此。都给我闭嘴！我堂堂当朝丞相，名门高祖，怎么有你这样不知廉耻的女儿？说，到底是谁家的野男人？我要把他碎尸万段！他不是野男人，他也是名门之后。哪个世家子弟会做这种苟且之事？别听他瞎说，他只是为了推卸责任。什么样的名门之后能跟你做出这种事情？说！我腹中孩儿的父亲正是裴小将军。你说什么？孩儿的父亲正是裴小将军。你说什么？沈大小姐，你说是我，便是我吗？你可有证据？我没有证据。裴景和，你算计我至此，哪还会有留什么证据给我？去年七夕灯会，你救了我一命。我本以为你是朗朗君子，便心悦于你。这些年，我在沈府如履薄冰，得你悉心照拂，我自然认定你想与你共度一生，却不曾想，你竟然是这样的阴险小人！此时此刻，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可我今天豁出去了。裴景恒既然不肯让我好过，我就撕了他的面具，把他也拖下水。裴景恒，你与沈卓有仇，却偏偏算计于我，你算什么男人？我自幼丧母，我本该死于10岁那场风寒，但上天偏偏让我苟活下来。我以为遇见你是上天给我的一场救赎，却没想到竟然是你布置的一场肮脏陷阱，真心错付。我沈婉爱得起，放得下，我甘愿认输。沈大小姐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裴景恒，你敢做不敢当。好，那我今日便带着你的孩子一起下去问问裴老将军和裴老夫人，他们一生堂堂正正为国捐躯，养出来的孩子却欺凌我之子，问问他们到底愧不愧疚？沈大小姐，你有什么资格提我爹娘？你要死便死，恕在下无暇奉陪。你他是谁？沈婉，沈婉，再次醒来是5日后。春果，春果，沈婉，不是说让你假装落个水，怎么成跳河了？哎！还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1个小时，要不是我的人到的早，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。别喝了，哎，起来。好险，差
差点让你回去过上好日子。哎，不过你娃呢？你肚子里不是有个娃吗？你不会跳河把娃给挑没了吧？我根本就没怀孕啊？哦，原来您这在演戏。什么演戏啊？若不是前几日积食，我以为怀孕，起了逗弄裴景航的心思，这个骗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我知晓。我想好了，过几日呢，我就下一道圣旨，封你为妃，赐你做宫殿，你以后就靠我罩着，还不快谢我大恩？好，好，好，那就谢陛下大恩。倒也不必那么急，来平身，嘿，来坐下。好。那放心，你那个小婢女我已经接回来了。不过有件事情不知道要不要跟你说。说啊。裴景恒那小子调了整个裴家军，都快把上京那条河给捞干了。我看那形势啊，怕是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随他去吧。裴景恒都把裴家军调到你眼皮子底下了，你这皇帝怎么当的？还能怎么当？大姐，我这些年都快被你那个便宜爹和裴景恒给架空了。自从你跳河之后，他们俩恨不得在朝堂之上撕了对方，我还谁都不敢帮啊，生怕谁一猴急了给我闹了弑君。这也太惨了吧。哎，看来你的皇宫也不安全喽。哎呀，所以嘛，这不是让你来和我密谋跑路吗？跑路？对啊，我才刚死顿活过来，你就让我逃亡，你能不能靠点谱啊？哎，靠不靠谱？我悄悄在外面积累了一堆产业，足够我俩以后吃香喝辣的浪迹天涯。还得是你呀，好兄弟，一辈子。当然。那如果你走了，谁来当皇帝啊？裴景恒还是沈卓啊？这个嘛，你猜？来，吃好喝好。这个糕点不错。没多久，朝野上下传言，皇宫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位婉妃，甚得皇上喜欢，惹得皇上夜夜留宿，乐不思蜀。真相是，我和慕华还有春果三人每天晚上都在我的宫里上火锅斗地主，顺便密谋如何才能让一位皇帝和妃子悄无声息地离开皇宫。难道非要等沈卓和裴景恒开撕？那万一裴景恒不撕呢？1对6。就算他不撕，那沈卓也等不了。老家伙眼馋这个位置多少年了？1对够。说说你，你都当皇帝那么长时间了，还被这两人掐脖子？炸弹！你以为我不想搞事业啊？是我9年义务教育的脑子玩不过他俩。过。你说裴景恒他爹那事儿和你有关系吗？我冤枉啊！那沈卓欺上瞒下，那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裴老将军是个忠臣，我也很愧疚，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很没用。行，对3，对4，我赢了，真棒，春果。春果，你耍诈，是不是跟他学的？什么呀？明明是你自己精力不集中。
再过半个月就是春节了。对了，前阵子宫里的匠人研制出了烟花，到时候我让工人往南边一放，你就在御花园里好好看个够，好不好？好。看烟花还是上辈子的事了。嗨，只要我还当这个皇帝啊，保证年年让你看到烟花。还是你对我好，别人都是假的。干什么？你可别移情别恋爱上我啊！还爱上你，脚超慢是吧？啊，你怎么想的？我还爱上你，你怎么想的？哎，你小子是不是欺负我很久了？启禀将军，没有找到。继续找。是。将军，没有找到。继续找。是。将军，还是没有找到。生完，生完！我从容不举，硬生生把生完骗了进来。我曾以为自己可以置身局外，却没有察觉，我早已在某一刻不知不觉入了局。我们已经捞了整整1个月，连生完一根头发丝都找不到，恐怕找，继续找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太后很快便设宴召见了我。穆怀并非太后所出，他与沈卓、裴景恒一样，是个野心家，对穆怀的皇位虎视眈眈。这次恐怕又是一场鸿门宴。干嘛？突然这么严肃？相信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一定会护你周全。我第一次在穆怀脸上看到这么郑重的表情。我很快意识到，他在宫中的处境比我设想中更加艰难百倍，而我从未能感同身受。我当然相信你，我要是出事了，以后谁陪你浪迹天涯？走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皇帝，这就是你新纳入后宫的婉妃。哀家听闻这婉妃花容月貌，长乐殿里夜夜笙歌，为何却蒙着面来见哀家？我诈死后，裴景恒发了疯一样的找我。如果现在揭下面纱，被人认出来，让裴景恒知道我还活着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母后，是儿臣让婉妃戴上面纱的。近日婉妃偶感风寒，儿臣担心她不慎将病症传染给母后，所以才特地嘱咐她戴上面纱。这么说，倒是哀家不懂皇帝的体贴了。我能感觉到太后不喜欢穆怀，所以连带着我也看不顺眼。婉妃姐姐，初次见面，我是陛下的表妹云芊芊，芊芊给姐姐敬茶，愿陛下与姐姐百年好合。我知道，郡主云芊芊，太后的亲侄，太后一直想将她指婚给穆怀，以此巩固她母族在朝中的势力。可穆怀宁死不屈，来者不善，我要小心。姐姐请喝茶。婉妃姐姐小心！没事吧？是姐姐不小心了。陛下，婉妃姐姐她用热茶泼我，她必须把她的面纱摘下，给我道歉。
婉妃的面纱，是你说摘就摘的。婉妃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烫到手？陛下，臣妾无碍。陛下，不过是个茶盏而已，碎了就碎了。婉妃又没有受伤，何必因此动怒？陛下，明明就是婉妃，她故意不敬我的茶，然后用热茶泼我的，就是想让我在太后面前出场。婉妃明明是好意提醒，茶盏烫手，谁曾想你不仅粗心大意，还强词夺理，这么毛毛躁躁的，依朕看，以后别进宫了。够了，今日乃宫宴，本是喜庆的日子，怎可因这等小事争执不休啊？太后娘娘息怒，都是芊芊的不好，惹怒了陛下和婉妃姐姐。只是芊芊有一事不明，今日既是宫宴，这全方斗宴的，为何婉妃姐姐的面纱却迟迟不肯摘下来？难道真的有这么见不得人吗？婉妃，可以真面目示人。既然太后娘娘发话了，那芊芊就亲自帮帮姐姐吧。放肆！朕已经说过了，婉妃染疾，为避免传染给母后，朕才命婉妃带上敷面。你现在摘下婉妃的面纱，是想让母后已卧乳在床吗？陛下，芊芊求无谋害太后之意，还请陛下和太后娘娘恕罪。行了行了，哀家今日也乏了，你们先退下吧。儿臣告退。臣妾告退。还是出来透透气儿吧。这皇宫啊，就跟个黄金打造的鸟笼似的，憋死我！真没想到你这么惨，在朝堂上被大臣处处算计，回了后宫还得处处提防。你现在终于懂我的处境了吧？啊，这些年为了把这个林芊芊安插在我身边当眼线，太后至少派人给我下了10次命令啊！这些年为了把这个林芊芊安插在我身边当眼线，太后至少派人给我下了10次命令啊！幸亏我及时，否则晚节不保啊！这个云芊芊3番5次想要摘我的面纱，要是真让别人认出来我是沈婉，传到裴景恒那里，那还得了？没事，有我在。让开！快让开！马拉不住了！马拉不住了！闪开！快闪开啊！竟如此似曾相识。小心！只不过我不再是站在原地等着别人救的傻瓜。这一次，我将主宰自己的命运。快让我看看，你没事吧？沈婉，沈婉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快看看孩子。别怕，别怕，孩子没事啊。陛下，微臣就驾来迟，陛下可有受伤？裴景恒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是我忘了，裴家军早就遍布整个上界。赶紧带着这个孩子去医馆瞧瞧，小孩子胆子小，万一被吓坏了，晚上可能会发高烧。还不快带孩子去医馆！是。想必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婉妃娘娘。你干什么？嘘，别出声，看我眼。没错，这位便是朕的爱妃婉儿。没错，这位便是朕的爱妃婉儿。本想带她出宫透气儿，没想到居然遭遇了这种祸乱。爱妃受惊，别怕啊，朕马上带你回宫。裴小将军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朕先带婉妃回宫，
微臣护送陛下和婉妃回宫。不必，不要打扰朕与婉妃的2人世界。你抱稳点，我感觉要摔了。别动，别动，重死了！咱俩一块摔了，北京恒分分钟发现你是谁。你说谁重？你这弱鸡！你说他到底认没认出我来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不是戴着面纱吗？嘘，别说话了，死腿鬼子！婉妃，为何这身形竟有些似曾相识啊？每逢春节，穆怀都要举行宫宴，与臣同乐。我这个已经死了的人，自然不能随他出席，只能在御花园找一个最佳观赏位置。那压岁钱。哇，谢谢小姐。有时候我都忘记了，春果其实不过是个15岁的女孩子。春果，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去哪儿啊？我没想过，我就想一直跟着你。我忽地想起春果说过，和羌人打仗期间，自己的爹娘和弟弟都逃难失踪了。春果，那你的家人有消息了吗？我爹娘和弟弟前不久都来了上京，我已经给他们安顿下来了。多亏了裴小将军，当初逃难路上，他们差点被羌人杀死，幸好裴小将军及时带兵赶到，救了他们。小姐，我……没关系，我知道，裴景恒是你们心目中的大英雄。若不是裴小将军，边疆早就失守了，我爹娘和弟弟恐怕也活不下来了。那这样，到时候我送你出去，和家人团聚，好不好？小姐，那你会和皇上一起离开吗？那你会和皇上一起离开吗？不知道，应该会吧。哇，小姐，快看！来，我们就在这儿看烟花吧。好呀，好呀。好漂亮呀！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烟花呢。好漂亮啊！看，哎，你要不要尝一口？你不和我喝啦？什么人在那儿？婉妃娘娘在此，何人玄华？不是宫里的侍从。走。裴景恒。走。站住！完了完了！刚刚虽然反应够快，可我不确定裴景恒有没有看到我的脸。站住！听见没有？好不容易才让木华给我搞来这么一壶桃花酒，就这么糟蹋了。那，快蒙上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本宫可是皇上的婉妃，为何要追赶我们？娘娘既是陛下的婉妃，为何看见我们就跑？为何将脸遮得如此严实？本宫和侍女脸上长满红疹，平时羞于见人，所以只能晚上偷偷出来赏赏烟花。哦，臣今夜奉命维护皇宫的安全，自然要尽忠职守。既然娘娘说自己是婉妃，
也没人见过婉妃长什么样子。想必被刺客冒充也是有可能的。你想做什么？不如娘娘将面纱摘下，若你脸上真长了红疹，臣便磕头向娘娘谢罪。你放肆！本宫的脸，岂是你想看就能看的？娘娘既然不配合，那臣就得罪了。那臣就得罪了。裴小将军，裴小将军，皇上，皇上，臣妾脸上长满红疹，本就羞于见人。裴小将军，他非说臣妾是刺客，还要逼臣妾解下面纱以证清白，还请皇上为臣妾做主。哦，好了，不哭啊！别哭，没事啊，有我在。唉，裴小将军，婉妃她最近确实身体不佳，是我命人往那边放烟花哄她开心，没想到竟然让裴小将军误了。娘娘太像微臣认识的一个旧人，微臣心有疑虑，才穷追不舍，惊扰了娘娘，是微臣思虑不周，微臣告退。吓死我了！这裴景航也太无礼了吧！明知我是嫔妃，还咄咄逼人。你这皇帝怎么当的那么窝囊？形势就是这么个形势啊，他军权在握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看是根本没想办法。哎，你该不会是想把皇位传给裴景恒吧？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婉婉，我知道你对他有恨，但对于百姓而言呢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我没法做一个好皇帝，但至少能帮他们选择一个好皇帝。喏，够哥们儿啊！必须的。唉，好冷啊，我们走吧，走吧。我知道你对他有恨，但对于百姓而言呢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我没法做一个好皇帝，但至少能帮他们选择一个好皇帝。春果，春果，怎么了，小姐？来，春果，你明日就出宫吧。裴景恒见过你，待在我身边不安全。可是小姐，没有我，你该怎么办呀？你在这宫中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。没事儿，我还有穆怀呢。过不了几日啊，我们便会离开上京。好了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你回去和家人好好过日子。好了，小姐，我舍不得你。好了好了，听话啊。放心吧。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好了，小姐，我舍不得你。好啦好啦，听话啊。这感觉，这感觉，太熟悉了。裴小将军，夜闯后宫，怕是不妥吧？不妥。娘娘告诉我，有何不妥？哪里不妥？大胆！难道你就不怕陛下治你的罪吗？还真是奇怪，娘娘从进门开始就没看清楚我的脸，也没听见我的声音，怎么知道是我呢？还有，娘娘身上的桃花香，还真是似曾相识啊。他藏起他从前满身疤痕，他忘了他不带这样的，生娃，你说过咱们是铁打的伙伴，要走一起走，要留一起留。好了好了，我开玩笑的，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走的。真的？来。我原以为你喜欢用桃花熏衣，今夜才知竟是酒香。沈婉，你好得很呢。他愿化作利刃，至今不退，杀入这孤城。沈婉，你好得很呢，敢耍我，敢骗我。沈婉是谁？人有相似，裴小将军怕不是认错人了？你若再不放手，我便让陛下治你的罪。小姐，你还没睡吗？该死！小姐，我特地给您做了枣泥糕，您睡不着的时候就喜欢吃这个。以后没我在身边照顾您，您一定要记得睡前喝安神汤啊！还不承认？要不我把你那侍女抓进来，跟你对峙。不要。那你的家人有消息了吗？我爹娘和弟弟前不久都来了上京，我已经给他们安顿下来了。多亏了裴小将军，当初逃难路上，他们差点被羌人杀死，幸好裴小将军及时带兵赶到，救了他们。我都记得了，你把枣泥糕放殿外桌子上，我饿了便吃。是。裴景恒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不装了，沈婉。我装又如何？不装又如何？你难道还想再害我一次吗？我何时害过你？都是你，你跟那皇上什么关系？又是何时入了深宫当嫔妃，夜夜恩宠？我竟不知你还有这种面孔！你就是个大骗子，只和我逢场作戏。我真正什么样，
你根本就没有兴趣了解。许久未见，你变凶了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皇上，你心悦的，你觉得皇上能保护你，能让你离开沈江，信不信我随时要了这皇位？你若想待在这深宫大院，就让你好好在这待个够！你消失4个月有余，告诉我，我们的孩子呢？我们的孩子呢？裴景恒，你这个死渣男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跳河自尽，不是被你逼的吗？陛下好心救我，我自然应该感恩戴德。都是你，我怎会对欺骗我感情的人念念不忘？你做梦！孩子，你觉得我只身落入其水，我会保住那孩子？你若真的在乎孩子，又岂会逼我至此？你根本就不配！我告诉你，裴景恒，你根本就不配有这个孩子！许久未见，你变凶了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皇上，你心悦的，你觉得皇上能保护你，能让你离开沈江，信不信我随时要了这皇位？你若想待在这深宫大院，就让你好好在这待个够！完了完了，裴景恒他不会恼羞成怒，就在这里掐死我吧。婉婉，我知道你对我心怀怨恨，可我看你跳水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后悔了。可我看你跳水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后悔了。后悔？真是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早干嘛去了？我知道你一直怀恨于我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以前有过美好的时光，我们以后也会有的。我可以陪你捏泥人，我可以带你去学那些你喜欢的奇怪玩意儿，我可以陪你喝你喜欢的桂花酒，我们还会再有一个孩子。我知道你怨我恨我，那你就好好留在我身边，接受我的赎罪，好不好？同你上天地口吻，情深若落，必死我们。婉婉，江山我要，女人我也要，我还有的是时间。裴景恒，他是什么意思？是要对慕华动手了吗？而且还想将我长长久久的禁锢在这宫里。春广，春广，小姐，明日一早把慕华找来，说我有要事找他。是。别人都杀上门来了，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？哎呀，意料之中嘛，早晚的事儿，需要什么反应吗？你说说你这个人……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什么？这里面呢是我这些年悄悄置办的家产田产，拿着。你还有，我让人挖了条密道，如果真的发生宫变的话，我走不了，你自己逃吧。慕华，你这样会显得我很没义气。
不行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好，好，好，一起走。那我们一起想办法啊，一定有顺利离开的办法。来，坐。哎，没事的，先坐。沈婉，我知道你入宫以来呢，一直担心受怕，你被神府困得太久，又害怕自己呢困在这里出不去。我想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彼此唯一的同伴。我比谁都希望你能够自由。哎，至于我，也不要有什么负担。我本来就是在赌一条生路，成功与否呢，都是我的命数。走了。那身黄袍穿在穆怀身上，就像一个沉重的枷锁，他无力改变任何东西，却又要无可奈何的为之付出代价。可他说，我们是同伴，我和穆怀是这一世唯一的知己。来，干了这壶酒，从此以后我们义结金兰，患难与共。好兄弟，在其中。来。也是彼此在最艰难的时候好好活着的依靠。相信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我怎么可以弃他于不顾，独自逃走？那夜之后，裴景恒几乎每晚都会来我的寝殿。婉婉，我去了你曾经的住处，这是我曾经给你做的泥人，还有你的一些小物件。我对裴景恒确实动过真心。我渴望被爱，但不代表我不会自保。以前的沈婉的确曾想留下来和裴景恒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现在的沈婉只想永远离开上京这个囚笼，找回真实的自己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桃花酒，你尝尝。裴景恒，你不是觉得曾被这些小伎俩打动的我很蠢吗？你如今做这些，是觉得我蠢如依旧，还是你变蠢了？定是这泥人让你想起过去的事情，不开心了。我出去给你做一个。婉婉，你之前说特别喜欢的玲珑发簪，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只。从前我的确很想要一只裴景恒亲手送的发簪，可惜那时候他忙于算计我，根本不会落任何把柄在我身上。裴小将军不知道人心易变吗？从前想要的东西，我现在已经不想要了。就如裴小将军一般，从前嗤之以鼻的东西，如今竟也想要去求了。没关系，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。裴景恒开始在白天出入我的寝殿，殿外的侍从也不知何时换了人，我连出个门走几步都被人盯着，更别说去找穆怀商议对策。这座皇宫慢慢在被裴景恒掌控。
一段黑夜，一瞬烟火，借一半清醒梦给我。早知命运无对错，情深无因果，却不知那一天雪落。婉婉，若那孩子还在，我们是不是能看见他？婉婉，你尚未出阁，与男子无美苟合乃是大罪，你应当自行了断才是。裴景和，你说的这句话可当真？申婉，你该不会觉得我会娶你吧？申婉，你真的很蠢，你跟你那个老奸巨猾的父亲一点都不像。我真是好奇，你父亲要是知道你一个上京贵女怀了我的孩子，却进不了裴家的门，他那张老脸该往哪儿搁呢？裴景恒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孩子根本就不愿意见到你这种3番4次抛弃他的父亲。没错，我就是要欺骗裴景恒。他是这个国的将军，他是民心所向，他还手握军权，我杀不了他，报复不了他，对他无可奈何。但我不会跟他说，这个让他心怀愧疚的孩子根本不存在。我要让他背负杀死自己孩子的罪名，永永远远地活下去。我还要让他罪无可恕，永远遗憾，永远懊悔。婉婉，皇城的桃花开了，我把它们全部摘下来为你酿酒，好不好？皇帝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裴景恒，沈卓，当初害我全家，就该想到有今日。只不过，我与你之间的血海深仇，除了裴家32条人命之外，还有我与沈婉那未出世的孩子。没想到会败在你这个黄花小儿手。不必劳裴小将军亲自动手，朕自行了断。将军，将军，婉妃娘娘她不见了！什么？出去了！小婉，陛下救了我一命，我当以命还之。小婉，不要这样！别过来，裴景恒，愿我们此生不复相见。小婉，你可知迷失的灵魂，心怀我。小婉，一颗心被爱恨撕裂，也不肯飞跃。小婉，心的语言，如同入骨的一剑，如愿似箭。将军，小婉，冷静啊，将军！沈婉怎么会生死一般果断？他果然不爱我。
所以选择了和救了他的骨灰一起死去。从前我在局外，冷眼看着沈婉对我难以自拔；现在我在局中，沈婉冷眼看着我最难自赎。自沈婉坠河后，我每晚都是在陪审祠堂里度过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想念过沈婉，那些我觉得不过是逢场作戏的记忆，却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。裴景豪，这个是我绣的第一个荷包，虽然有点丑，但是我真的很努力了。景豪，礼尚往来，能不能送我一只发簪啊？都说上京的男子是要亲手给心上人戴上发簪的。景豪，边疆很苦吧？打仗一定很疼，以后我会像你照顾我这般，为你熬汤敷药，以后经常这样照顾你，好不好？景豪，其实我在沈家过得一点都不好，不过遇见你，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是有那么一点好。此刻你就在我身边，看明月。我很想问问爹娘，沈婉到底有没有带着我的孩儿来找他们狠狠告我的状？如果有，我希望爹娘能帮我留住他，给我托个梦，我即刻来找他赎罪。可跪在冰冷的地上，我却一个字都说不出。就如沈婉所说，我的爹娘堂堂正正，若知晓了我做的这种事，怕是会羞愧的抬不起头。在宫里发现沈婉的存在，令我心里那个隐秘的念头更加猖狂。没有人能与我抢沈婉，哪怕是皇上也不行。我岂会第一眼认出那个仓皇逃跑的沈婉？婉婉，你之前说特别喜欢玲珑发簪，我特地给你准备了一只。裴小将军不知道，人心易变了。从前想要的东西，我现在已经不想要了。就如裴小将军一般，从前嗤之以鼻的东西，如今竟也想要去求了。他变了，眼里曾经对我的仰慕和爱恋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好像哪里不一样了。比起曾在闺房见里扮演闺女的他，此时此刻，他现我的更像是原本的自己。可那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就把他好好的关起来不就行了？裴景豪，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拥有孩子。这句话每在我的脑海里响起一遍，我的心就被凌迟一回。是我亲手逼死了沈文对我的感情，是我害死了自己的孩子。沈婉怎会原谅我？将军，我们在废墟里找到这个簪子，可能是沈小姐的遗物。婉婉，你之前说特别喜欢的玲珑发簪，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只。我就会在赴死的时候，愿意带着我送的发簪。该死！该死！我还是太不了解沈婉了。追！
你躲爱心，人刚走不久。继续找，不出1个时辰，那2个逃跑的人都会被我抓回来，再也无法逃出我的手心。行。嚯，石婉，你从哪儿捣鼓的这玩意儿啊？竟然还骗我的裴景恒！他不亲眼看到我死是不会相信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啊？只能再死一次喽。哎，我们先去哪儿啊？去江南吧。早前随先皇巡江南时，发现那的女子柔情似水，甚得我心。所以啊，店面铺产这在江南就多了些。你倒是快活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你喜欢江南女子，我可不喜欢弱唧唧的男子。我知道，你喜欢的是裴小将军那般英姿飒爽、孔武有力的男子。穆怀，你是不是找打？哎，别打，这样店面铺产分你一半，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那是裴家军，裴家军的指使箭矢，裴景恒发现我们诈死逃走了。躲！有刺客，保护陛下和婉妃娘娘。是。什么？这一次绝对不会放你走。枪！完了，穆华，裴景恒一定会杀了我们的。小婉，小心！穆华，你平时反应不是慢半拍吗？这次干嘛这么积极啊？当了这么久的皇帝，这点绝杀暗杀的本事还是要有的。陛下，娘娘，我掩护你们离开。走，赶紧走。走。着急。哎呀，婉妃娘娘，你别急，陛下一定会没事的。小总官止住了，陛下还请忍耐一下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疼啊？别看了，太血腥。要是连你也晕过去，那咱们不就真成了老弱病残组合了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看来伤的还是不够重。陛下，我现在要处理伤处了，您一定要忍住。没事。穆华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总算是有惊无险，这伤差点就伤及心脉了。陛下能坚持到现在才昏过去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有一种不语的盼望，是双眼始终为你含着光，不惧怕。裴景恒本来就是我自己招惹的急，理应由我来彻底了结。穆怀守护了我这么多次，现在也该轮到我护他一次。至少我们两个得有一个人能获得自由。你去给裴景恒送信，说明日午时，我约他树林中见。是。裴小将军，这是婉婉此生对我最陌生的称呼。不，现在该称呼你为陛下了。你坐拥江山，为何还要执着于我一人？弱水三千，我裴景恒只取一瓢饮。婉婉，跟我回京吧。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只要你肯放过我们，我保证，穆怀绝对不会有复辟的心思。只要有我在的一日，他绝不会踏入上京半步。
穆怀不过是一个废帝，他是一个失败者。你宁愿陪他葬身火海，再演一出戏，也要陪他浪迹天涯吗？裴景恒，你知道穆怀为何不抵抗吗？那是因为他知道，他觉得他自己不适合做皇帝。婉婉，我裴景恒想要的，从来都不需要别人让，无论江山还是你。难道非要我回去不可？是。好，那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只要你跟我回京，我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。放过穆怀，并且发誓，此生绝对不会为难他。婉婉，穆怀对你而言就这么重要，你宁愿放弃自己的自由，也要换他一世平安。来，干了这壶酒，从此以后我们义结金兰，患难与共。好兄弟，在心中。来，来。他对我来说是这个世人唯一志同道合者，只不过我们之间并无男女情谊，只是知己。那我呢？别再纠缠了，我不爱你。别再纠缠了，我不爱你。裴景和，你是不是从未爱过我？是，沈婉，你不会真以为能进我裴家的大门吧？你想进我裴家的大门，你得问问我那战死沙场的父亲答不答应？你得问问我那悲伤过度、凄惨离世的母亲答不答应？你得问问我的裴家军，因你父亲枉死在外，不能归家的百万英魂答不答应？裴景和，明明是你先说的，你心愿于我，无关沈家，无关仇恨。沈婉，你还真是蠢。婉婉，我当时说不爱你，是因为……裴景恒，我已经不在乎。我答应你，我放你走。那便多谢裴小将军。婉婉，心中有你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：如果我们之间没有沈卓，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是啊，如果沈卓不是我弟，如果我没有传承奸臣之母，我与裴景恒之间根本就不会有所谓的血海深仇。裴景恒也没有做错，他只是想报仇罢了。只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路人。裴景恒，我从不假设没有发生过的事。我曾经真心实意的爱过你，只不过已经是前尘往事罢了。裴景恒，这一世，我祝你君临天下，早日成为千古一帝。愿我们此生
不复相见。这，婉婉，将军，别追了！难道真的想亲眼看他再死一次吗？小婉，陛下救了我一命，我当以命还之。小婉，不要这样！别过来，裴景和，愿我们此生不复相见。小婉，小婉。小婉，追上他以后呢？杀了穆怀，还是杀了申婉，还是杀了他？无论哪种选择，我都会失去谁。我突然想起，那年的某个午后，我用酸梅倒了治水给申婉送去，他怪喜欢这种奇奇怪怪的吃食。婉婉，这是什么啊？你喊着要喝的酸梅汁，我按你的法子做的，还用冰块冰着我，你尝尝。那处小院浅露，好喝，你尝尝。沈夫人身旁的一等侍女都住得比她好。处是你，有你无你，有你无可那天，他靠在我的肩头，似乎无比满足。景豪，你以后多出去陪我看看这个世界，好不好？可是，我却忘记自己是怎么回答的。难道是裴景恒又追上来了？不对，不是后面的声音，是前面的声音。申婉，你没事吧？裴景恒没把你怎么样吧？你真是胆大，你竟然一个人去找他。慕寒，你不要命了？你骑马技术本来就烂，带着伤还到处乱跑。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怎么还不识好歹？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他答应放我们走了？对啊，我答应好了，要一起浪迹天涯，我可不会失约的。行，浪迹天涯，走走。回宫。7日后，新皇登基，第一件事就是将沈卓的罪行大告天下。而那个曾经传言里来路不明又极其受宠的婉妃，听说和先皇死在了那场大火里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哎，牵好你的缰绳，您的马老急。申婉，我这可是汗血宝马，被他骑是谁稀罕？哎，我真美啊！裴景恒登基称帝后，史称景帝。景帝一生励精图治，文能治国，武能征战，深受百姓爱戴。大禹在他的手里日渐强盛，边疆小国无不俯首称臣。唯一遗憾的是，他的后宫空置，终身未有子嗣。